国际安全局警察万飞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，这些年他总是做同一个梦，梦里他溺水将要窒息，最后一刻总是有一双手将他拉出。万飞看不到对方的脸，只感觉这只手温暖有力。究竟是怎样的遭遇和心事，才让他10年如一日被梦魇缠身？我们继续往下看。作为国际安全警察，万飞最常做的就是和国际上知名的罪犯打交道，过的是刀口舔血的生活。这次他们接到押送病毒专家肯纳的任务。肯纳曾花费9年时间将天花病毒进行改造，企图制造生化武器。肯纳被捕后称自己藏有一份研制成功的病毒，要求警方将他的妻女安全护送至挪威才肯交出病毒。押送队伍出发不久后便遭到了袭击，对方早有预谋，来势汹汹，火力装备甚至碾压警方，枪击炮轰亦是毫无顾忌。一番激烈的交火后，队员艾斯被击中额头当场身亡，跟在他身后的万飞也遭遇不测，朝他们开枪的不是匪徒，而是队长肖恩，一枪爆2个头，被他玩明白了。紧接着万飞和艾斯双双倒地，肖恩挟持肯纳坐上了接应的飞机。万飞看着死在自己面前的艾斯，久久无法回神。两人除了是并肩作战的队友，还曾是心意相通的恋人，但此刻开始便要阴阳两隔。万飞被送往医院抢救，昏迷前脑子都是艾斯的身影。不久后，一支往来于泰国和马来西亚的船只遭受了未知病毒的袭击，14名船员浑身长满包疹，死于非命。而这正是肖恩的手笔，他用无辜之人的性命向军火商头目泰勒证明天花病毒在自己手上。他还打算将天花病毒和卡诺病毒结合，加强它的传播性和致命性，同时准备在5大洲传播病毒，制造恐慌，高价卖疫苗，发人命财。肖恩建议泰勒好好考虑要不要合作，随后便挂断了电话。肖恩将肯纳关在马来西亚某地，逼他为自己研究病毒和疫苗。肯纳趁机出逃，却在经过马路时遭遇车祸身亡。肖恩马上拨出一个电话，告诉对方马上找一个专家来继续实验。与此同时，万飞苏醒过来，射进他脑袋里的子弹位置不太好，医生想了很多办法都无法安全取出，但如果子弹长期滞留，将会严重影响他的神经系统，身体也会渐渐失去正常感知。如果任由病情恶化，大概2周内会全身瘫痪。万飞不想把剩余的时间浪费在医院，他回到妈妈身边凤玲，打算在最后的时间里好好陪着她。经历过差点失去儿子的痛，凤玲将一件埋藏在心底的事告诉万飞。事实上，万飞还有一个亲哥哥，名叫万阳。他之前一直告诉万飞是丈夫万天抛弃了母子俩，实际上是自己先放弃了。万天烂赌且从不听劝，觉得日子无望的凤玲趁他不在家，打算带着孩子们离开。万阳却拉着凤玲的手，哭喊着不让她离开。凤玲不得已只能先将万阳锁在家里，抱着万飞离开。原本打算过段时间再偷偷回去接走万阳，没想到万天却带着孩子搬了家。凤玲这些年一直记挂着这件事，最近她终于打听到父子俩的去向。看着满脸泪水懊悔不已的凤玲，万飞打算帮妈妈找回父亲和哥哥。此时随万天辗转定居在东南亚的万阳，心中一直记恨着抛弃自己的妈妈，仇恨让他一度自暴自弃，走上了违法犯罪的极端之路。万阳被10年的兄弟出卖，因多项罪名被判监禁10几年，后越狱出逃，成为通缉犯。越狱后的万阳接了一笔20万的生意，对方是个警察，他拿出一张女人的照片，要求万阳做完这单就消失。与此同时，万飞在飞机上结识了医生简历山，得知万飞的情况后，简历山热心地给他推荐了一位知名脑科医生，这位简医生正是万阳的目标。下飞机后，当地疾病中心派车来接简历山，车子开到一处人烟罕至的地方时，被连人带车劫持。做这件事的正是万阳。路上打车离开机场的万飞发现了异常，他迅速跟上万阳的车子，却被一并挟持。万阳找机会夺了方向盘，车子不受控制冲向路边的水沟。万阳爬起身和万飞扭打在一起，正准备朝他开枪时，无意中看到了从万飞身上掉出的合照。这时警笛声响起，万阳顾不得多问，拉起受伤的同伙仓皇离开。任务失败，黑警打电话给肖恩，告诉他把专家救走的是他以前的手下万飞，他们准备当晚动手把人劫回来。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，万飞很快就找到了万天。万天看着长大的小儿子，又惊又喜，亲自下厨炒了几个菜。小女孩阿胜蹦蹦跳跳的过来叫万飞叔叔。原来万阳已经有了这么大一个女儿。吃过饭后，阿胜拿着钱去结账，万天担心自己把吃饭钱赌掉，就让孙女负责管钱。3人回到住处，阿胜和万飞说起了爸爸万阳。万阳答应阿胜，如果他能考100个100分，就金盆洗手回来陪着爷孙俩，但却一直都没有做到。万飞好奇地问，难道万阳是个坏人？阿胜拿出一张印有万阳通缉令的报纸给万飞看，万飞这才知道白天那个人就是哥哥。翌日，首战失利的万阳带着人闯入简历山家，挟持简母，逼简历山到疾控中心的病毒库帮自己拿出卡诺病毒的样本。简历山迫于无奈，只能答应万阳。第二天，万阳和简历山来到疾控中心，他的人率先拔掉了监控室，接着顺利进入病毒库拿走了样本。离开时却因为监控室的安保人员触发警报，东窗事发。万阳挟持简历山驾车逃亡，最终没能突破围追堵截，车子撞进了路旁的咖啡馆，车上的几人生死不明。与此同时，在一旁监视的黑警发现事情败露后，决定杀人灭口，
万阳察觉到对方的意图后，拿着一把枪逃离。一路上他横冲直撞，被正在附近闲逛的万飞发现。万阳打电话给万天，让他马上带着阿胜到火车站。万飞则紧紧追在哥哥身后。晕倒的简历山被肖恩劫走，万阳的处境也十分凶险，不管是真警察还是黑警，都试图置他于死地。万飞看到万阳枪杀警察后，急忙上前制止，并表明自己就是他弟弟。神经紧绷的万阳大声说：“那几个警察也有份。”于是，一场惊心动魄的逃亡上演。兄弟俩那份来自血脉中的默契被触发，终于成功坐上火车，甩掉了黑警。火车上，万飞劝万阳去自首，就当是为了阿胜。万阳认为，如果自首，就给了那些黑警除掉自己的机会。兄弟俩大打出手，万天上前阻拦，被推搡倒地，那解甲肢也掉了出来。万天替万阳辩解，万阳走上这条路都是自己这个当爹的不争气。这些年，万阳一直把自己和阿胜照顾得很好，他心里藏的太多事太多苦，希望万飞能够体谅。万飞却表示，身为警察他做不到。火车行驶途中，两个黑警追了上来。万天为了帮万阳争取逃跑时间，死于非命。阿胜也被黑警带走。紧接着，当地警方赶到，万阳悲痛万分，却只能先离开。只有不被抓，才能找机会救出阿胜。万飞被警方带回，因为身份特殊，他被软禁在医院。黑警得知他的身份后，派人潜入医院杀人灭口，结果被警觉的万飞反杀，并问出阿胜所在的位置。与此同时，万阳也抓了黑警头头，逼问他阿胜的下落。头头答应带万阳去找阿胜，中途打算跑路，却死于车祸。万阳拿了他的手机离开，按照手机里的地址来到一栋烂尾楼。从医院逃出来的万飞也成了通缉犯。上司瑞斯劝他自首，万飞却表示他要先救出阿胜。万飞来到烂尾楼，此时肖恩正在和万阳谈判，提出用60万美金和阿胜来交换万阳手里的东西。肖恩逼简历山合成病毒，否则就杀掉他妈妈。简历山只得照做。简历山将合成的病毒交给肖恩，肖恩却要用简母做病毒载体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万飞及时站出阻止了他们。肖恩见状便蛊惑万阳加入他们。就在这时，瑞斯带着特种兵杀到，混战一触即发。万阳在和特警的对峙中不幸摔下坑道。肖恩见情况不妙，带着病毒准备跑路，万飞紧追不放。最后，肖恩为了保命，将病毒注射到了阿胜体内，并告诉万飞，只要放自己离开，就将解药交给他。万飞心中动摇，最终松开了钳制肖恩的手。肖恩表示晚点会联系他，到时候拿简历山来换阿胜。特警尾随而来，万飞也成了他们击毙的对象。他找了辆车逃走，中途还接上了重伤的万阳。晚上，万飞帮万阳简单处理了伤口，两人说起了从前最不愿意面对的话题。万飞将一个录音笔交给万阳，希望他能去见妈妈一面。就在这时，特警根据线索找到了两人。万阳不希望弟弟走自己的老路，劝他不要再掺和进来，随后匆匆逃走。万飞被特警控制，万阳联系到肖恩，问他到底要怎样才能放了阿胜。肖恩让万阳在简历山被转移到空军基地前劫走他，并送到金三角。与此同时，简历山面见了被关起来的万飞，万飞向他说明了情况。简历山表示，如果10小时内不帮阿胜注射解药，恐怕就再没有机会。当地警方要将万飞转移到高度设防的监狱，瑞斯也无能为力，只能保证一定尽力帮他找到肖恩和万阳。万飞在押送途中挟持了直升机，他打电话给简历山，希望他能帮自己引出肖恩。就在这时，万阳也混进了空军基地，劫持了简历山。很快，万飞赶到，为了阻止瑞斯向万阳开枪，他不惜打伤对方的手臂。三人乘坐直升飞机来到金三角，万阳联系了肖恩，诡计多端的肖恩成功将万阳和万飞引开，同时将简历山带上一艘轮船。万阳拼命追赶，也跟着上了船。船上除了肖恩，还有他这次的合作伙伴泰勒。他们要求简历山尽快制造出疫苗，同时命人将没了用处的阿胜处理掉。万阳看着一个男人抱出昏迷不醒、裹着塑料布的阿胜，他冲上前和男人大打出手，却没能阻拦阿胜被扔进海里。万飞按照简历山身上的定位器来到码头，并成功登船。万阳怒火中烧，拼命将男人制服，接着跳下海救起阿胜。万飞看到后将两人拉了上来，他从晕倒的男人身上搜出武器，吩咐万阳把阿胜藏起来，再到机房阻止他们开船，自己到实验室找简历山。万飞从实验室救出简历山，紧接着就是惊心动魄的追击战，对方人多势众，枪林弹雨中两兄弟拼命周旋，最后全都身负重伤，简历山也没能幸免。肖恩曾是队里出了名的快枪手，万飞表示他们必须有一个人出去吸引肖恩的注意，另一个人才有机会打中他。自知时日无多的万飞没有给万阳选择的机会，便冲了出去。肖恩最终被击毙，万飞也身中数枪倒地。万阳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，万飞终于知道那个在梦中伸出手救他的人是谁。事情终于结束，简历山留下的解药程序救回了阿胜。万阳也遵照万飞的遗愿，在被送上法庭前，带着阿胜和妈妈见了一面。